好，我是 Esther， 今儿是周六晚上，今天是我大病初愈的第2天了吧，算是。昨天其实已经病好了，但昨天还是虚的厉害。今天其实也虚，但是今天硬是靠着很辣的火鸡面，或 partner 昨天给我带回来的，他觉得很难喝的星巴克的一杯茶，就是他觉得我会喜欢喝，我确实很喜欢喝。光干下那杯茶，干完那个火鸡面，我觉得提神醒脑，好得很。就是从周一开始感到虚，一整周一直到周3雪崩，然后真的快病倒了，跟周4开始发烧了，真的是整整被动歇了1个星期。唉，挺好的，现在歇过来了。我是觉得吧，就是精神状态好的时候做事儿真的效率可能1顶个3顶个5，效率就是3倍5倍的效率是真的有的。我觉得真的不想做事的时候就放过自己的吧 ，let it go， 把这个事情留到你状态特别好的时候再做，会事半功倍一些，也不会有太严重的内耗。然后我今天也是先剪视频，剪完视频让自己进入新的状态之后，开始准备做我那个 freelance 系列动画。然后因为我有阵子没有再开始做这种创作性的事情了，因为生病嘛，然后心里其实还有点恐惧的。但是 again， 通过冥想召回肌肉力、肌肉记忆，召回成功，然后成功进入状态，成功做出了一个动画的开头 ，nice， 辛苦了 ，good job。然后今天第2件 another new thing 是我今天早上拉屎把马桶拉堵了，应该不是我拉堵的，我觉得我就是正常的拉屎而已，就是我拉屎冲马桶，我吃的东西跟我拉的屎，我觉得没有什么两样，跟过去的1年都没有什么两样。但是我冲水那一刻，我感觉很怪，因为它没有回弹。我以为是我没摁到底，还是怎么着？我也没多管，因为照理说它是能冲掉的。结果过了1小时，我一掀马桶盖，我靠，操，糟了，是马桶堵了。但我依然觉得不是我堵的，我觉得在我之前就有人把马桶给拉堵了，应该也不是我 partner， 就是我们应该是上下楼吧，我觉得那个管子是通的，因为别人在冲水的时候，我是能在我厕所里听到很清晰的水流动的，就是我以为有人在厕所的这种程度，我觉得是别人拉堵的，导致我的管子堵了，然后哇天哪，一片狼藉，马桶里一片狼藉，它没有溢出来，我心中的惋惜。我在想说要不要叫公寓的维修过来帮我通马桶，我也不是很想让别人见到我的屎。然后我大概等了半个小时，他们人还没来，说算了，我自己上吧。然后这时候正好 partner 在沙发上睡醒了，就跟他说我说马桶堵了，我说你不要去看，我说我已经叫人来解决了，他们不来解决我自己上。partner 说你干嘛叫人解决，他也觉得不好意思，他也不想让别人看见我的屎。然后 anyway 还是我自己上。很怪啊，我之前不是没通过马桶，就是这一次我是真的捅了，就是你们知道吧，那个马桶揣子你要先把里面那个内衬给翻出来，然后对准那个玩意儿，就是一直吸抽拉，直到把那个管给抽拉通为止。我重复了好几遍，真的我搞了好几分钟它才通，就是时间相当的久。然后通的那一刻有一个非常微妙的一个声音，就是你就知道听到那声音，你就知道它通了。我就不详细描述我在通的时候看到马桶内的景象了。It's not good。但是 anyway， 我成功的克服了搅屎的恐惧，把马桶给通出来了。Good job again。然后维修人赶来的时候，我跟他说没事，我说我已经修好了。他说Oh, you should work for us。然后我说 You should take the credit， 就是
不是 you should， 就是 you take a credit I don't care， 就是他就是这一单虽然是我通的，但是还是算他头上，他们应该是有这个绩效的。Anyway， 有点好笑这件事情。然后再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昨天收到了淘宝空运过来的 Switch 2的配件，是 Huggies 的这个套。我其实有一个，等一下，我买了2个壳。这个是我因为 Steam Deck 之前用的是那个塑料壳，我觉得还挺极简的，就先买了这个，也不贵啊，就加上运费才12、13刀，不买白不买。然后 Huggies 这个便宜的也很离谱啊，才40块人民币。我买错颜色，其实我想买绿，就是那个军绿色的，我是想把这个出了。结果今晚我跟我 partner 说，我说让他帮我卖一下的时候，我突然看这个颜色顺眼了，就是这个一半深灰一半浅灰的，我突然觉得还挺耐看的，就突然决定把它留下了。然后除此之外，我还买了一个水晶壳，哎，看到电脑屏幕了，一个水晶壳，然后买了那个摇杆套3个字想不起来了。这摇杆套相当不错，就是那个他现在管自己叫 Savage Raven， 他之前好像是叫骷髅什么的那个牌子，就是摇杆套跟这个叫什么呀？透明壳，透明的也是塑胶的，这个是塑胶的，透明的胶壳跟这个塑料盒子，这3件我都是买的 Savage Raven 他们家的东西。我买这个摇杆套的原因是我发现 Joy-Con 这一代的摇杆也太不耐操了，就我抠一抠它就留下痕迹了，我也没特别用力的抠，就已经留下痕迹了。然后我 Steam Deck 上也用了摇杆套，我觉得还不错，我就这一代我也买了，它是有3个高度，我就直接拿了最小的那个高度，因为我也不需要它垫高什么的。然后买个这个胶套的原因还挺贵的，60块人民币。I don't know why， 为什么这么贵？这个淘宝上也就卖30-40块钱吧，就他妈卖60。还有个贝壳，就是贝的透明壳没拿过来，我没按，因为它没有给这个东西，这个支撑架留出空间，就是你带上它你就撑不开一个架子。然后我也不是很喜欢那个透明壳，没必要，我觉得。那我为什么要给它安这个东西呢？一开始是有点担心划伤，我主要觉得，随便买一个吧，也不贵，10美金的样子。我拿到手里之后，我发现还是得要一个，就是这样的话，裸机还是稍稍滑了点，这个稍稍会增加一点点的那个摩擦力，不多，有一点。然后我其实在想要不要买那种有握把的那种壳，就是感觉好像暂时没必要。就我这个人还是挺喜欢极简的，之前买了一堆那个 Switch One Steam Deck 的 Steam Deck 没有买什么配件， Switch One 买了很多配件都没用上。然后这么多年我学习哪些要哪些不要之后，我就精简到这个程度了。但是有它呢，有这个透明壳，透明的手柄壳就塞不进这个里面了。透明壳我可能过阵子我就烦了，我可能就把它扔掉了。I don't know。这个是我给 Switch 买的这一些配件，我觉得这样还挺帅的。OK， 今天又在油管上看了一下雷亚，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 YouTuber， 他是那个 Gameker 那个频道推的他，然后我才去看。雷亚擅长的是把一个游戏的剧情，包括它的就是这个剧情的起源、前瞻剧情跟内置剧情讲得特别清楚的一个UP主。他可能游戏玩法讲的没有 Gameker 那么透彻，因为他主攻剧情嘛，我觉得。然后雷亚，我今天看他讲《赛博朋克2077》，因为我已经玩了一部分了，玩了10个小时了。我其实不知道《赛博朋克2077》之前是有一个桌游的，就是他们是根据这个桌游改编，讲的基本上是桌游后面的故事吧，还挺有意思的。就是
就是我之前也不知道赛博朋克它有一个比较严格的规定吧，就是第一个几个特点，一个是要有赛博意肢，就是你的一部分肢体是机械的，就是人类可以进行机械化改造。第二个是赛博空间，这个不是赛博朋克独创，不是2077独创的，这个是游戏就有设定，就是那个时候还没有万维网，然后作者就是臆想了一个这么一种网络，然后黑客是用自己的意识去攻击其他网络的，然后这种攻击还蛮危险的，可能进去是个人，出来就脑死亡了。第三个是就是有垄断公司造成这种贫富差距跟高科技低生活的赛博朋克的特点，大概就是这3个点，是那个赛博朋克的桌游定下来的。I didn't know that。然后我又大概看他解说了一下那个《往日之影》的 DLC 的大概内容，因为我觉得可玩的东西还挺多的，我挺开心的，因为这个游戏我玩的有点上头，我今天也挺想玩的，但是今天花了蛮多时间去让这个有点大病初愈体虚的自己提起精神来，大概是磨蹭到我12点起床的，磨蹭到5点吧，大概下午5点左右我才开始真的投入开始做事情。然后今天其实大部分时间又在看 Rick and Morty， 我已经看到第8季了。第8季的第1季我还挺喜欢的，就是瑞克会因为他的孙子孙女不归还那个充电器，然后把他们放到那个母体，就是 Matrix， 就是模拟虚拟游戏里面。虚拟游戏里面有个非常，就是他给虚拟游戏致敬的这个准则，就是就是充电器是这个世界内至高无上的东西。如果你偷了充电器或者借别人充电器不还，这是极大的罪恶，就是为了告诫他们要记住借了充电器要还，有这么一个无聊的事情。第1集这个设定超级有意思，我很喜欢。第2集讲啥？第2集讲的好像是，第2集不重要。第3集是有点迷啊。第3集跟 Season 8 Episode 3跟 Season 7 Episode 1，这是很迷的2集。这一集迷在哪里呢？它有点没头没尾的开始讲这个宇宙的，就是我们最熟悉的那个 Rick and Morty， 讲了一会儿下线了，他开始讲支线的 Rick 和那个莫蒂星球上的一些事情，很爽了，像个动作片。就是我甚至才意识到1集 Rick and Morty 居然有40分钟，就是实打实的估计真的快有40分钟吧，就看个小电影一样，那节奏也很像一个小电影。我能看出来致敬了很多电影，这个打斗也很长，看的也很爽，但是又是一阵你想说啥，你想讲啥，就好像真的像个纯的讲了一部很爽的跟主线 Rick and Morty 无关的其他 Rick and Morty 的打斗片啊！我看的时候很爽，看完有点难受，我说你想讲什么？就是我 OK， 我接受，我不是接受了，what's the word？ I don't know, I accept， 我宽容主创们这么无脑无厘头，因为我觉得创作这个东西就是你得有好的东西，你得有坏的东西，你得有特别棒的想法跟一些不那么有趣的想法，就是有低才有高，有高才有低。我就为了那个高，我可以接受它的这种像那种迷点。然后第7季我差点，我之前不是弃更，我放弃追剧了，就是因为第1集也很迷。第1集讲了半天，我不知道当时觉得可讨厌了。第1集就是我想看他那种脑洞大开的，比如说就是他闯入编剧和 OP 世界的那一集，我看一下哪一集我忘了，这一集我觉得就像这种设定还真的挺有意思的。然后 Season 7 Episode 1一开机 What the fuck，
我不知道我当时感觉是 what the fuck， 但是现在的我又看进去了。人是会变的，可能过一会儿，可能第8集、第3集我也能很好的欣赏了。就是有这种，我就是想随便吐槽一下，就是 Rick and Morty 主创的水平感觉有些忽高忽低的。但我觉得拍到第8季还能维持这个水平，可能也是他们每一集发挥不那么稳定的一个，就是他们每一季内的每一集发挥不那么稳定的原因，可能造就了他们连续8季都能创作出很高质量的制作水准的原因之一吧。我觉得就是有高有低，有高有低。我也不知道我想说什么，那就是今天看了很多动画片之后的一个小感想吧。今天就废话这么多，谢谢大家，See you guys。